今天超级歪要进到奥德赛的电影解析。诺兰的新电影《奥德赛》改编自荷马史诗，描绘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又在外漂泊了10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家的故事。在一开场，电影就透过否定的方式来介绍奥德修斯，呈现出一个没有奥德修斯的家园是长什么样子。吟游诗人歌颂着奥德修斯的故事，家里有大量求婚者，想追求奥德修斯的妻子 Penelope。 这些人在奥德修斯的家里吃喝多年，其实衬托出奥德修斯的家产富裕，竟能让这些人挥霍这么多年还足够。他们知道奥德修斯即将成年的儿子 Telemachus 可能继承王位，于是对他各种挑衅，想要除掉他。因为如果他顺利继承王位，奥德修斯的财富就依然会保留在家族里，不会落入外人手里。对 Telemachus 来说，这些追求者多待在家里1天，就等于自己未来可以继承到的家产又少了一点，而财富正是国王权力的基础。Telemachus 因此必须保全父亲留下的家园，驱逐这些追求者。但是他立刻面临到一个难题，如果跟这些人决斗，自己可能会被杀死，就算打赢他们，也可能被死者的家属报复。Telemachus 因此先到斯巴达，希望打听父亲的下落。他跟父亲的旅程因此构成了一个镜像，一边是想要回家见儿子的父亲，另一边是想要离家寻找父亲的儿子。在斯巴达，我们看到了一个城邦的对比，不同于 Ithaca 是一群追求者到家中作乱，斯巴达宫廷中井然有序，宾客相敬如宾，反衬出没有奥德修斯的 Ithaca 形同无序没有王法的王国。就连奥德修斯的猎犬 Argus 都被丢在粪堆上，仿佛这一切都在等待主人回归，恢复秩序。但是什么秩序需要被恢复呢？就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概念——宙斯法则。古典学家 Moses Finley 就指出，在古希腊，当时没有国际通用货币，也没有国际通用语言。两个政治社群初次见面时，要建立同盟关系有2种方法，一种是透过婚姻，让陌生的两方产生亲族关系，所以古希腊英雄都必须记住好几代的族谱，以免错杀了自己祖先的亲戚。另一种方式则是透过礼物交换来跟异邦人建立兵友关系 Xenia， 它是一种对异邦人的客套，不同于自己社群内的友谊。因为外邦人本身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充满了未知、陌生、难以预料。异乡人可以是好人，遵守 Xenia， 也可以是坏人，滥用他人善意释出的 Xenia， 甚至可以是伪装的神，伪装成人类来测试当地人是否好客，这被称作 Philoxenia。 因为宙斯是外邦人的守护神，所以这就被称作宙斯法则。这种法则的存在反映了古希腊社会已经从最原始的丛林法则转向了更文明的阶段，不再是看到陌生人就杀个你死我活，而是透过神的律法来规范不同的社会共同体，让人们互相款待。古希腊人认为能够遵守 Xenia 是一种道德品格，但是当 Xenia 被破坏时，暴力就可能出现。所以陌生人是一种很矛盾的存在，它既可能是神的伪装，又可能是暴力的起源。整个奥德赛的故事其实就是 Xenia 结构的各种变体。Xenia 被滥用、破坏，被神用来伪装，被过度使用。故事一开始， Telemachus 即便知道追求者觊觎母亲，却依然遵守 Xenia 的规范，忍气吞声地接待他们。但这些人却僭越了 Xenia， 喧宾夺主，试图抢夺屋主的妻子。奥德修斯每到一座新的岛，都会先测试岛上的人遵不遵守 Xenia。 那些被描绘成怪物的存在，很可能只是不遵守 Xenia 的民族，所以被古希腊人污名化成异类。像是奥德修斯就说，独眼巨人是没有集会传统、不懂农耕的未开化民族。他原本预期独眼巨人懂得宙斯法则，但却发现独眼巨人不善待客人，反而会吃掉客人。或是穿着铠甲的巨人族 Laestrygonians， 完全没有 Xenia 的法则，一看到奥德修斯的船员就开战，在原作中甚至吃掉了他们，还把奥德修斯的12艘船毁掉了11艘。相比之下，
Cersei 女妖则是利用宙斯法则来骗人，假装好客邀请士兵们吃饭。因为在古希腊，跟陌生人共食本身就是兵友关系的核心象征，但 Cersei 却滥用了 Xenia， 把客人变成了猪。奥德修斯拒绝吃他给的饭，其实就是在拒绝伪装的好客。赛伦女妖展现的则是一种过度强烈的 Xenia， 用听起来对旅人友好的歌声欢迎他们，但是一旦听到就会被困在小岛上，不想离开。过度强烈的好客反而把客人变成了囚犯。对古希腊人来说，强迫客人留下来就跟强迫他离开一样糟糕。一个好的兵友关系应该是在他人想离开时帮助他找到回家的路。从这些例子里，我们会发现奥德修斯的返乡之旅上遇到的每一个东道主都是对 Xenia 的偏移扭曲，让奥德修斯迷失了自己的道路。但事实上，奥德修斯也不是完全无辜，他自己也是未受邀请就闯入了独眼巨人的洞穴，擅自吃掉主人的食物，偷了他的羊群，在逃难时还补了一发弓箭，导致船员受到海神波塞顿的诅咒。这正是诺兰在电影里所做的翻转。这一切的起源其实是奥德修斯自己先开启的。在特洛伊战争中，奥德修斯想出的木马屠城计就是滥用 Xenia 的友好关系，假装是送给雅典娜女神的礼物，其实礼物内藏着复仇的士兵。在打开特洛伊城门的那一刻，奥德修斯就像奥本海默一样，发现自己释放出了一个怪物，宙斯法则被践踏在地，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原来奥德修斯自己就是整个故事里兵友关系的最大破坏者。归乡之旅中，各种怪物对 Xenia 的扭曲，就如同透过他者的影像看到了自己。诺兰所做的这种翻转，其实很类似哲学家 Adorno 的启蒙辩证法。Adorno 认为，奥德修斯所展现的狡猾诈欺，其实是神话时代的一种启蒙思想。奥德修斯为了达成返乡目的，不择手段，连宙斯法则也可以牺牲，连神的话也可以违逆。Then I defy the gods. 在返乡途中，奥德修斯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欺骗别人，借由资讯不对称来操纵他者，不让他者获取关于自我的知识。在原作中，他告诉独眼巨人自己的名字是没有人，所以独眼巨人被攻击后只能大喊没有人戳瞎了我的眼睛。他为了让木马屠城计成功，隐瞒了自己身边的士兵西农，让他一人在岸边被敌军杀害而死。他在阴间获取了未来同胞会丧生的知识，但却隐瞒自己的同胞，让他们在海上被牺牲。每一次成功的欺骗、谎言，都展现为奥德修斯征服海上的原始神话力量，让他的自我变得更强大，更接近家乡。这种狡诈的理性原本是为了追求自保，让他可以活下去，但是最终却也摧毁了他想要保存的东西。奥德修斯意识到，木马屠城计使用的诈欺打乱了宇宙的人伦关系，人类再也回不去远古神话时期的友好秩序，人类历史迈入了新的阶段。所以阿多诺认为，奥德修斯根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人性的原型。资本主义所潜藏的各种利益算计、欺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早在奥德修斯那里就原形毕露了。一切后世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古代根源。同样的，诺兰也使用了一套启蒙辩证法，先让观众以为怪兽是蒙昧，违反了 Xenia 的存在，仿佛奥德修斯才是理性的启蒙主体，知晓 Xenia 的道理。但是故事最后却揭露，奥德修斯意识到他自己才是 Xenia 的破坏者，是最狡诈的欺骗者。从这个观点来看， Cersei 女巫反而成了真相的揭露者，看破了奥德修斯一行人所代表的狡诈。所谓的人类不过是一种伪装的动物，在 Xenia 的人伦面具下隐藏着原始的兽性。既然如此，不如就揭露人类的真实原貌等等。但不正是对宙斯法则的破坏，让希腊人在10年僵局后赢得了最终胜利吗？如果没有奥德修斯的聪明才智，根本不会有荷马史诗，希腊人早就葬死在特洛伊。尼采就认为，欺骗的智慧
正是为什么古希腊人崇拜奥德修斯，因为为达目的不惜使诈，才能成为赢家，才能够名留历史，成为英雄。现代人认为诈欺是一种掩盖真实的表象，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古希腊人反而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每个人都是演员，不存在所谓表象背后的真实。懂得在正确的时候说谎的人才是真英雄。在诺兰的电影《顶尖对决》里，就把伪装与赢家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位魔术师为了创造出舞台上的惊喜，一个发明了特斯拉的电流装置来制造复制人，并在每次表演时亲手溺死自己的分身；另一个则是靠双胞胎兄弟轮流登场来制造替身，活成另一个人的人生来度过余生。两位魔术师都利用了诈欺的表象，也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正是这些表象跟代价，成就了艺术品的伟大。这里没有什么道不道德，只有谁的创造更伟大。现代人认为战争是邪恶的，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这根本无关道德，反而是生命力、勇敢的展现，是贵族才具备的理想特质。像是在《伊利亚德》里，古希腊人对于战争的定义是男人的作品，战争并非和平的破坏，而是男子气概的展现舞台，因为他给男子一个历史机遇，来展现谁才是最强的。英雄之间会竞争谁立下的功绩更多，获得更多战利品。奥德修斯在返乡过程中，到小岛上进行海盗式掠夺，把当地人的财富掠为己有。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残忍、不道德的行径，在古希腊却是英雄的事迹。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奥德赛》记载的其实就是古希腊文明大规模向外殖民的过程，被古希腊人歌颂成斩妖除魔的英雄故事。也正是欺骗者的智慧，让奥德修斯获得了女神雅典娜的赏识，让雅典娜一路暗中帮助奥德修斯回家。奥德修斯因此展现了一种不同于阿基里斯的英雄类型。阿基里斯代表的是蛮力，是古希腊第一勇士，杀敌无数；奥德修斯代表的则是谋略，足智多谋，策划出了木马屠城记。古希腊人喜欢辩论阿基里斯跟奥德修斯谁才是最好的希腊人。阿基里斯被迫在返乡的人性欲望与战士荣耀之间二选一，最后他选择牺牲回家的欲望，留在特洛伊战死，换取荣誉，因此为人歌颂。但奥德修斯却不一样，他打破了这种二选一的逻辑。他在特洛伊战争中立下功绩，同时也在战后活了下来。但是活下来的人要经历另一种痛苦，常年无法回家的痛苦。如果说阿基里斯是立下战绩而成为英雄，那奥德修斯就是因为回不了家的苦难而成了英雄。想要重返英雄荣耀，在当今世代创造不朽吗？那就是 GenSpark。GenSpark 是一个 All-in-One 的 AI Workspace， 它把研究、整理、写作、设计，甚至网页和影片素材制作，都放在同一个工作空间，是一个可以从资料研究一路陪你做到内容产出的 AI 工作平台。我可以用 AI Chat 让它帮我整理奥德赛的核心问题，奥德赛的奥德修斯跟伊利亚德的阿基里斯这两种英雄哪里不同，它就会帮我搜寻学术资料并进行分析整理。我也可以用 GenSpark 的 Skills 让它帮我把影片脚本分析成一个架构，把重复的整理流程先自动化，创作者就可以把时间花在创意发想上。GenSpark 还有 Design 功能，不只是生成一张图，还可以分图层编辑，做到局部精准修改，像是制作奥德赛的人物关系图，或是故事里涉及到的哲学概念，都可以在同一个工作流里完成。如果你是学生、创作者、研究者，或是跟我一样常常需要处理复杂问题，整理成内容创作的人，都可以到资讯栏的连结试试看 GenSpark 等等。所以到底奥德修斯是怎么回家的？奥德赛整部作品其实是由一连串的相认场景构成的。奥德修斯的身份先是被伪装、否认，再来是完全丧失，最后才重新找回。整出故事充斥着奥德修斯掩饰自己真实身份的戏码，但是他太善于欺骗，竟然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在 Calypso 女神的岛上，
遗忘了自己是奥德修斯，每天吃莲花压抑自己回家的记忆，不知不觉就过了7年。即便如此，他却每天望着大海，仿佛海的另一端有什么在等着他。在原作故事里，经历了特洛伊战争的惨痛与创伤后，奥德修斯的船员到了一座小岛上，小岛上的莲花会让他们忘却自己的战争伤痛，但也因此失去了对返乡的记忆，只想永远留在那里继续吃莲花。但是在电影版本里，是奥德修斯不断吃莲花，反而其他战士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其他幸存的老兵都已经活在战后的时间，把特洛伊战争当成过去式，歌颂着奥德修斯的故事。只有奥德修斯还活在战争的时间里，无法回家。在这里，我们在奥德修斯身上看到了一个活在过去的创伤主体。常年治疗越战退伍军人的精神科医师 Jonathan Shea 就发现，美国士兵返乡后的行为模式竟然跟奥德修斯出奇的一致。他们在回国后会强迫性的重复回到对战模式，对自己身边的人使用暴力，忘记如何和平共处。就像奥德修斯返乡时再次掠夺其他岛民一样，他们也都习惯药物滥用来缓解痛苦，就像奥德修斯吃莲花来压抑痛苦的记忆。19世纪的古典学者甚至认为，奥德赛里的莲花其实就是鸦片的隐喻。他们晚上会反复梦到战争中死去的人被死者纠缠，就像奥德修斯被死去的幽灵指控一样。许多越战军人返乡后会刻意隐瞒身份，以避免被歧视，却因此陷入活着却仿佛不存在的痛苦。就像奥德修斯一样，明明回到了自己的家，却又被当成是异乡人。奥德赛回乡时不能直接揭露身份，大喊我回来了，因为死去的阿伽门农的幽灵告诉他，回国时必须伪装，以免被觊觎王位的人杀掉，落得跟阿伽门农的下场一样。奥德修斯因此伪装成一个乞丐，就像创伤军人所具有的强迫性重复一样，他的回乡就如同再发作一次木马屠城记，只是这次奥德修斯本人就是那个伪造的木马，把自己伪装成 Xenia 的接收者，一个可能是伪装成人的神，因此必须受到款待。奥德赛的故事就像是每一个参与过战争的人内心都会经历的苦难。换句话说，每一个从战场上回家的人都是创伤的奥德修斯。诺兰的奥德赛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战后的创伤主体要如何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回到社会，从一个破坏社会的人再次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在全面启动里，男主角 Cobb 为了与死去的妻子重逢，将自己困在梦境里，一个没有时间流逝的无意识空间，可以永远跟爱人在一起，永远不会变老。但是他越是活在这个永恒的幻象，他就越遗忘自己现实里的身份，一位必须回家的父亲。在神隐少女里，被神隐的千寻必须吃下神灵世界的食物，否则身体就会消失。但是只要吃了这个世界的食物，身上的人味就会渐渐淡去，人会慢慢忘记自己的身份认同，忘了自己是谁。千寻是我的名字，睡了一觉差点忘了，还以为自己叫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到现在都想不起自己的名字。神仙小岛、梦境里的时空、灵界的世界，这些地方都象征着跟现实时间线的脱节，让人慢慢遗忘了自己原本的身份认同，忘了自己回家的路。在奥德修斯回想起自己的真实身份时，Calypso 却提出了一个成为永恒的交易：只要奥德修斯留下来，跟他在一起，奥德修斯就可以跟 Calypso 一同永葆青春，永恒不死。这听起来比会随着年华老去的 Penelope 更具有吸引力，但是奥德修斯却拒绝了，坚持自己要回家。这项决定并不是出于 Calypso 跟 Penelope 两位女子之间的比较，而是在拒绝成为一个永恒不死的存在。因为永恒的幸福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狱。古希腊的英雄之所以可以成为不朽，恰好是因为他是会死的存在，而不是不死的神。
所以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接近神性的事迹，让后人传唱。奥德修斯在外漂泊总共20年的时间，让他跟原本所属的身份关系产生脱节。如果 Penelope 选择改嫁他人，他就会失去王位，即便成功返乡，他也不再是一个丈夫了。所以这些丧失的时间意味着丧失的身份认同，他可能会失去他原有的关系，不再是一个父亲、丈夫、国王。所以他必须立刻回到伊法卡，恢复他在人间所丧失的身份。奥德修斯因此拒绝了神性，选择了人性。同样的，在星际效应里，男主角 Cooper 因为接近黑洞引发的重力时间膨胀，导致他几个小时的行动在地球上却流逝了数十年，形同丧失了几十年的光阴。当他看到女儿传来的影像时，发现女儿已经变得跟自己一样大。这个瞬间，有限的时间就变成了驱动主角行动的关键，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地球上，重返人间，回到女儿的身边。在奥德修斯跟 Cooper 身上，我们都看到了哲学家 Martin Hoagland 所说的世俗信仰。人类社会的所有宗教都把人类的有限性当成一种缺陷，必须被超越，渴望追求永恒、长生不老。但是人类的有限性其实才是人性的可贵之处。正是因为人的时间生命有限，反而让人必须去思考自己应该拿有限的生命去做什么。我的所有行动因此都充满了急迫性，这正是 Calypso 女神永远无法理解的世俗的人性。因为她有无限的时间，因此也不会真正错过什么。奥德修斯却必须跟有限的时间赛跑，策划行动来证明回来的人是我，我就是奥德修斯。因为人不像狗一样可以透过气味来辨别身份。回到伊法卡后，只有他的猎犬 Argus 立刻就认出奥德修斯。但是人必须透过行动来展现自己是什么人，而伊法卡现在最需要的行动就是恢复被追求者彻底践踏的 Xenia 秩序。原本由奥德修斯所维系的秩序，要恢复王法，恢复宙斯的法则，就必须处决这些追求者，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在原作里，与 Penelope 相认的时刻，并不是认出奥德修斯的模样，因为这可能是神伪造的、欺骗人类的表象。我怎么知道眼前的人不是雅典娜假扮的？毕竟雅典娜跟奥德修斯一样，都喜欢骗人。但是有一件事情神没办法伪造，就是两人一同失去了能一起变老的20年光阴。所以 Penelope 告诉奥德修斯，神明嫉妒我们，不让我们一起享受青春，一起迈入老年。奥德修斯不是靠证明自己的行为而成功的回家，而是靠与 Penelope 共同承认，失去的时间再也回不来了。这正是人类特有的有限性，是人之所以不同于神的地方。所谓的回家，并不是去发现你还是原来的你，而是发现我们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这样一来，奥德赛就不再只是古希腊人的故事，更是属于我们现代人的故事。我们被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场奥德赛的旅程。每个人都像奥德修斯一样，在离开家后遭逢各种创伤，也逐渐发展出新的伪装，发展出了许多新的身份认同，成为了一名员工、一个朋友、一个异乡人。但是这些都是旅途中偶然的产物，不是我们最核心的自我认同，而是为了应对现实要求而发展出来的伪装。但是就像赛伦女妖的歌声一样，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随时可能把我们带往错误的方向，让我们离开了自己原本想去的地方，忘了自己来时的目的，最后甚至不认得自己是谁。现代人就像是四处漂泊、回不了家的奥德修斯。当你有天真正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家已经不像从前认识的那个家，那个原本在等待你的人也已经认不出你的模样。我们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人每一次的归乡，都是重新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多少与爱人相处的时间。这种生命的有限性，是永恒的神所无法理解的人性，也是人存在的深层动力，让人可以自问，
自己应该为了什么去付出生命中有限的时间，才能回到自己心灵的原乡。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奥德赛》原作一本。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